叶晨赶回纽约的时候，时间已是夜里。由于费可欣在他还没有到纽约的时候就盛情邀请他回纽约之后暂住费家，叶晨便应允了下来。就算是临时去酒店，也多有不便之处，暂时住在费家相对来说方便一些。直升机抵达回家的时候，费家老少再次整齐地出来迎接，依旧是以费建中与费可欣为首，恭候叶晨的再次到访。一见面，费建中便在费可欣的搀扶下走上前来，非常恭敬地说道：“叶先生，在下已经让人备好了酒席，想来您反复折腾，应该也顾不上吃饭，不如先移步餐厅用餐，您意下如何？”叶晨从下午送完马兰之后就一直没有吃饭，经费建中一提醒，也感到几分饥饿，于是便点头说道：“感谢费老先生安排得如此周到，那我就去织布工了。”费建中连忙说道：“叶先生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在下应该做的。”说着他又对叶晨说道：“对了，叶先生，如果您想安静一些，那就由在下和可欣两人陪您，您看如何？”好，叶晨点了点头，开口道：“人少些也好，我们简单吃点，不用太过繁荣。”费建中微微点头，恭敬说道：“叶先生，您这边请。”其他费家人在原地看着三人进了别墅，这才一个个的默默散去，而叶晨则在费建中、费可欣祖孙二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主别墅的餐厅。此时的餐厅内已经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费建中邀请叶晨落座之后，便毕恭毕敬地说道：“叶先生，您丈母娘那边的事情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律师的意思是，你要能抓住幕后主使，那这件事情还是很好解决的。费家在纽约也算是有些势力，您看要不要我派人调查一下，尽快把幕后主使抓住？”叶晨微微一笑，淡然道：“这件事情我已经吩咐了万破军去解决，所以就不劳费老先生您操心了。”费建中恍然大悟，连忙说道：“若是有万先生出马的话，那这件事情想必更好解决，在下也就放心了。”叶晨点点头，想起什么，便问他道：“费老先生，据你所知，这些年在美国同胞坑害同胞的事情多吗？”费建中尴尬地笑了笑，认真道：“多啊，怎么不多？其实这种事情在美国一直屡见不鲜。”说着，费建中又道：“当然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只是咱们华夏同胞，其实哪国的人都差不多。”顿了顿，费建中解释道：“您也知道，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以这里的人口构成非常复杂，有许多少数族裔，而且这些少数族裔由于初来乍到以及语言不通的缘故，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跟同胞走得特别近，大家拧成一股绳，相互照顾，共同进退，极其团结。唐人街、韩国城就是这么建起来的。当然，还有许多少数族裔组成的帮派，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才日益壮大。另一种极端就是有些极个别的人，为了自己能够在美国扎下根来，选择去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可是因为语言不通、环境不熟以及强龙不压地头蛇的缘故，他们只能就近从身边的同胞下手，所以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借着同胞对同胞的警惕性比较低，专门选择自己的同胞下手。这种人本身就长了歪心眼，你让他去坑美国人，可是他除了会骂一句 CK， 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说，就算他想坑美国人，也不具备那个实力。你说他一身歪心眼没地方使，他肯定不会就此改邪归正，他只能为他的歪心眼找一个出口，而这种情况下，同胞就是他眼里最简单的出口。在美国，如果一个意大利裔、非洲裔、东欧裔的人离奇死亡或者遭遇凶杀，那最后揪出来的凶手很大概率就是他们的同胞，
这种事情在美国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居住的贫民区，说句不夸张的话，这种地方哪天晚上要是没有枪声，这里的居民都睡不着觉。叶晨听到这里，轻轻点了点头。他觉得费建中所分析的这些还是非常公允的。哪里的人都是有好有坏，华人里虽然有陈丽萍这样的败类在坑害同胞，但大多数同胞之间肯定还是相互照顾、相互帮扶的更多。就像陈肇中，即便自己在纽约已是身陷囫囵，也要与其他华人一起组织起来，帮助那些失去家人的华人儿童。一想到这里，叶晨表情冷酷地说道：绝大多数的华人在海外都能够团结一致，但就是这些害群之马，专挑自己的同胞下死手，如果不把他们连根拔起，以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同胞上当受骗。费建中点了点头，说道：对了，叶先生，我让律师帮我调取了最近这几年美国相似案件的判例，绝大多数类似的事情最后都没有找到幕后主使，大多数都是不知情的运送者最终被判了刑。而且这些被抓的人里面，不只是有华人、日本人、韩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也不在少数，这背后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犯罪组织。叶晨问他，美国警方就没有查出幕后主使吗？费建中无奈地笑了笑，开口道：一般这种组织内部的风险隔离做得非常到位，就等于是做成了多道防火门，一旦着火，先关最外围的那一道，如果火挡住了，就重新再发展外围的下线，如果挡不住，就再关闭第二道防火门，一直关到能挡住为止。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无非也就损失了一些外围成员，核心成员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反而积攒了巨额的财富与资源，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叶晨点了点头，冷声道：也就是说，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有大量的替罪羊，每一次出事，只需要把一批人拖出来顶雷就可以了。对，费建中道，这就是法律在某种情况下的弊端。一个案子在法律层面，只要能把它自身的流程走完，并且让它最终能够逻辑自洽，基本就可以结案了。就比如您丈母娘这件事情，如果交给警察去调查，可能在抓住几个对接人之后，这几个对接人就自己把所有的罪责都揽下来了，而且他们早就定好了一整套完整的说辞和证据链，来完美的向警察和法官证明事实就是如他们所说，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是明知道他们幕后还有黑手，只要他们死咬着不松口，你也很难再往下继续调查。最终的情况往往是这几个人被判了刑，进了监狱，而这件事情就算是结束了，等风头一过，他们的幕后黑手还会继续换一批新的对接人来继续经营他的业务。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叶晨皱眉问道：美国警察的效率就如此低下吗？连个犯罪团伙都打不干净？费建中苦笑道：真想打肯定能打干净，但之所以打不干净，是因为美国人喜欢玩共存那一套，他们根本就没想打干净。顿了顿，费建中又道：在这个国家，枪支是光明正大的生意，一些在别国被定为违禁品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自由交易，就连监狱都是一种可以私人经营的买卖。更何况美国警察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纳税人之所以能接受美国警察高昂的成本，就是因为这里犯罪率过高，少数族裔很多，而且很乱很杂。本身巨大的贫富差距就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再加上美国枪支泛滥，移民与非法移民众多，所以就极大地降低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同时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犯罪成功率。越是这样的大环境，
就越容易让那些少数族裔选择靠违法犯罪来讨生活，而选择非法犯罪的少数族裔人数越来越多，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帮派。这是美国社会催生帮派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因素，帮派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而且大环境越乱，中产阶级就越需要警察来保卫自己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所以他们也就能够接受高昂的税率，接受美国警察消耗那税人大量的资金。可一旦美国的犯罪率降下来，这些精明的中产阶级第一个念头就是，既然治安这么好，那我还要这么多警察做什么？这些警察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的钱，如果把他们花的钱省下来，就能把上下班的路修得更好，把医保改革得更加人性化，甚至为什么不干脆把这笔税省下来？这样就能变相增加家庭收入。说到这儿，费建中笑了笑，说道：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枪和帮派都是不可或缺的，永远消除不干净。叶晨听到这里，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他对美国了解不多，但费建中的剖析让他明白了这其中的底层逻辑。于是他开口说道：既然美国警察不作为，那我就打一个给他看一看。美国有多少帮派我不管，但这个专门坑害同胞的帮派，我一定要把它连根拔起。